家养8种花，子孙非富即贵，特别有出息。俗话说得好，8花家中放，子孙代代富。其实家庭养花特别有讲究，千万不要随随便便往家搬。养花除了要选择容易养护的品种外，还要选寓意好的。老话也常说，人旺花财旺，花旺人财旺，这句话一点都不虚。你说巧不巧，今天花花介绍的这8种花，不仅能镇宅旺运，还能够让子孙非富即贵，是风水圈子里面经常会使用的物件。订阅花花的频道，你将第一时间收到最新的精彩内容哦。第一，西财树。西财树的学名是筒叶花月，它的叶片中间低，四周高，像一个螺旋的小筒，感觉周围的财富都能被吸收进来一样，所以取名西财树。除了叶形奇异之外，西财树在光照充足、温差大的前提下，叶片还会呈现出非常漂亮的金黄色或鲜红色，非常喜庆漂亮，因此它被视为一种吉祥之物，其存在象征着家族的传承和发展，有助于子孙后代的成长和成功。西财树是景天科青索龙属植物，属于一种多肉，养护它时跟其他多肉养护是一样的，平时少浇水，多晒太阳，多通风。如果想让西财树呈现非常漂亮的红色或黄色，那需要把它放在光照好且温差大的地方，少浇水甚至不浇水，上色就很快，但注意它不耐寒，冬天搬进室内养护。第二，龙血树。龙血树是一种热带常绿乔木，其特点是叶片呈红色或紫红色，树干粗壮且光滑。因为它的名字中有龙字，所以一听就给人一种威武霸气的感觉。龙血树是公认的镇宅花，它可以吸纳负能量，提升家庭的气场。除此之外，龙血树还能够辟邪、化解煞气，为家人带来平安和健康。作为装饰家居的常用盆栽，龙血树放在客厅、餐厅以及商场或者办公室中都非常不错。而且它的叶片翠绿，飘飘洒洒地垂落下来，给家里增添了一股浓浓的南国风情。养护龙血树需要保持适宜的温度和湿度，它们喜欢温暖而湿润的环境，因此我们应该尽量避免将它们暴露在强烈的阳光下或者过度浇水。当然，为了保持它们的树形美观，我们还需要定期修剪树枝，这样不仅可以控制树木的生长，还可以促进新的枝条生长，使整个树冠更加丰满。如果你觉得这个视频有用，请点赞并分享给你的朋友。第三，龙舌兰。龙舌兰的叶片非常坚硬，叶片边缘有刺，但是它的株形非常帅气，并且品种也特别多，其中世界之雪是比较常见的品种。因为龙舌兰生长缓慢，所以也经常被当作盆景，放在家里几乎不用管，就能一直保持帅气大气的状态。每一片龙舌兰的叶片都肥厚而坚硬，好像一朵盛开的绿色玫瑰。而且家里养龙舌兰有助于营造良好的气场，有助于吸引财富，还能促使事业成功。龙舌兰这种植物喜欢光照充足的环境，虽然它们喜欢阳光，但是过度暴晒可不是好事。因此在养护龙舌兰时，我们除了要有光照外，还不能暴晒。另外，浇水也是龙舌兰养好的关键步骤，虽然它需要水分来维持生命，但过度浇水会导致根部积水，引发病虫害。第四，蟹爪兰。蟹爪兰因其独特的形态和鲜艳的花朵，被视为风水中的吉祥之物。其扎实的根基象征着家庭的稳固和安全，生机勃勃的叶片寓意着生活的蓬勃发展和繁荣。蟹爪兰的花朵盛开时，不仅美丽动人，还代表着家庭的和睦和幸福，还能够吸引正能量和好运，为家人带来积极的氛围和心态。那怎么才能让蟹爪兰开花多多呢？最重要的要注意光照和浇水。蟹爪兰不喜欢炎热高温环境，特别是夏季，一定不要暴晒和淋雨，所以夏天要放在室内通风处或阴面阳台上。进入秋天之后，蟹爪兰会慢慢恢复生长，这个时候要放在向阳的阳台，促进它花芽分化。如果秋季没有充足的光照的话，长出来的花苞也会掉落，进而不开花或者开花很少，所以秋季的光照一定要注意。除了光照外，浇水是开花多的另一个重要作业。一般早春蟹爪兰就会开完花，这个时候大约有40天的休眠期，这个时间段要控制浇水，
保持盆土偏干。当顶端的叶片又有绿芽出来的话，就又要开始浇水了，但浇水一定不要形成积水，避免烂根、植株死亡。到了夏季，因为温度高，所以也要勤浇水，但要避免正午高温时段的浇水。夏季如果水分跟不上的话，蟹爪兰就会停止生长。到了秋季，气温慢慢变凉爽后，蟹爪兰就会恢复长势，这个时候需要正常浇水，随着养护慢慢就会出现花蕾，这个时候浇水的重心要从浇水调整到喷水。这样的浇水方式，冬季蟹爪兰就会开花多多，开花不断。你的点赞和订阅是我们创作的动力，感谢你的支持。第5，玉树。在风水布局中，将玉树置于家中或办公室，有助于引入积极的能量，营造和谐的氛围，并为居住者带来好运和福祉。玉树的叶片翠绿，叶肉厚实，四季常青，生机勃勃。不仅如此，玉树可以称得上是懒人花，养护非常容易，买一盆回来后，起码可以活8年10年的，养得好的话，活个30年或者50年都不成问题。并且随着年份的增长，桩子会越来越粗，越养越值钱，同时植株越大，带来的运势越旺。等养到开花的话，更说明要开始转运，要有贵人出现了。家里养玉树，最好放在没直射光、半阴的角落里，1个月大概浇水1至3次，就会越长越茂密。玉树不仅好养，还很容易繁殖，偶尔有几片叶子掉在花盆里，它就能自己生根发芽。如果砍下一根枝条，晾3、5天，等伤口萎蔫后，把它插到潮湿的花盆里，可以说插多少活多少，所以玉树也寓意着多子多福。第6，麒麟掌。人们常说家里养麒麟，子子孙孙会德才兼备。麒麟掌是一种多肉植物，其叶片有红色的或者黄色的，株形好像麒麟的爪子，故而命名麒麟掌。正是因为它奇特的形状，也造就了它的大气。在风水学中，麒麟掌一直被当作有福气的植物，用来给家里招财、辟邪以及护佑子孙。很多朋友还喜欢把它养在公司的显眼位置，远远望去好像天降麒麟一般，显得特别霸气，寓意生意兴隆。所以麒麟掌也是非常好的镇宅旺财之物。麒麟掌有大的也有小的，如果想在家里阳台养护的话，推荐买小的盆栽。麒麟掌喜欢光照充足的环境，然而夏季正午阳光太毒辣，所以我们也要注意遮阴。除了光照外，麒麟掌的浇水也非常重要，过多的水分会导致根部闷根、烂根，进而植株死亡。所以浇水要跟多肉一样，宁干勿湿，浇就浇透。但有一点需要注意，麒麟掌割破之后会流出来乳白色的汁液，这些汁液有一点点毒性，特别是家中有小朋友或者宠物的需要注意。第7，亮天池。亮天池属于仙人掌科的植物，听到亮天池这个名字，就感觉它特别的霸气、威严，特别适合仕途的家庭养护，寓意从此之后官运亨通。亮天池在原始环境可以窜到几米高，甚至10几米，能长成冲破天际的尺子一样，所以在家里养一棵，安全感十足。亮天池适合放在非常简朴大方的室内，不过它周围是带有刺的，小心不要被刺伤。亮天池非常喜欢被阳光照射，这对它的生长和发展非常有益。然而，我们也要小心避免过度暴晒，因为这可能会对它的健康产生负面影响。此外，养护时我们要注意保持空气流通，以防止病虫害的发生。第8，龙骨。龙骨的茎干非常高大，能长到2、3米高，叶片层层叠叠，甚至能顶到屋顶。晒一晒太阳的话，紫色的叶子，红色的叶片，就像自下而上的龙鳞，特别的威风。家里养一盆，有助于平衡和调和环境中的能量，避免负面能量的滞留和聚集，进而给家人和子孙带来正能量和好运气。龙骨想要养得漂亮有型，一定要经常修修剪剪。最好的修剪方式就是在它植株长到20、30厘米的时候给它打顶，让它分生侧枝，一枝托3股，3股托9叉，养成郁郁葱葱的株形才是最好看的。龙骨放在阳台边以及客厅里都是非常好的镇宅植物，而且它的株形比较肥厚，还有很好的抗辐射作用。但养护龙骨的话，一定要放在光照好的地方，才能养出漂亮的株形。
如果家里光照不好，还是尽量不要养。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，感谢观看和互动，感谢粉丝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